大家午安呐！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拍摄一个应该是很熟悉的主题，但是我却很少搭乘的航空公司，是我们台籍的小花。因为主要是玩航运家的关系，所以真的比较少搭小花。但小花其实也是蛮不错的。然后今天这一集是因为，我给大家拍过了那个大韩的 A321neo， 新宇的 A321neo。那说到 A321neo， 我们小花也有啊，所以我们不能偏心，我们来给小花也拍一集 A321neo。来，小花在这儿。那我今天所在地的话，这也是槟城机场。那槟城现在也是属于小花的独家航点啦。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搭小花舒适的直飞回台。那小花使用的是 A321neo。现在小花机队当中的话 ，A321neo 相对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就是小花的话，其实就是只要避开738跟330就可以了啦。738很可怕，330就有古董机，人家讲祖传秘方嘛。那其他的3种机种，其实321neo、777跟359其实都非常不错。小花的777是属于末代用户，所以它的777很新。那另外一家国籍我们就不说，它的777就非常老，很多都是20几年，很可怕。而且没有改仓，那个复古的绿色是蛮惊人的。小花777的话，就装潢的很不一样，然后又很新，所以不错。359就不用讲了啦。然后但小花也蛮怪的，359居然还要再改仓，它359其实已经蛮新的，所以我也不懂为什么还要再改。对，只是为了商务舱装个门的话，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必要。当然，小花321neo呢，我觉得也相当的不错。小花321neo，基本上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这几家，我们上次拍过新宇跟大韩的321neo的话，是完全座椅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非常有趣。那小花的不太一样，但小花的其实也很不错。其实321neo目前亚洲这几间最差的是国泰。国泰321neo认真不行，虽然我是真的国泰忠实的粉丝，也是为了要往国泰行政传前进，但是我们就是有一说一，就是实话还是要说，国泰的321neo真的是不行。对，那个321neo除了插座新，然后座位的收纳还可以之外，那个座椅本身坐起来真的是不舒服，而且不能平躺。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长这样子啊，但是就是希望如果后面还要再进载体客机的话，其实国泰也可以把载体客机做得更舒适一点。像小花的321neo就非常棒。好，那我们小花也有很多值得介绍的地方。对，小花其实历史很悠久，也是很优秀的航空公司，只是我觉得就是卡在前面那些年的这个购机策略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啦。上次我在华航贵宾室也有跟大家聊一下华航的现在现况。那这购机策略导致华航现在就是无机可用。那2026年终于7879要到了，对，那看是不是可以加速的做这个更新的这个机种，让小华能有更多的战斗力，可以开更多新航线，还有把可怕的330退役。对啊，那剩下的我们就上飞机再说。对，不过今天321neo就是今天商务舱12位是全满座的状态，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会介绍的简略一点，但重点还是都会说到。我们一起来看看小花321neo还有小花的特色喽。天河联盟的话，这个天河优享通道 Skypower 2这个倒是统一性是很好。寰宇一家的话，各家的那个通道颜色可能不太一样。天河的话，这个全球这个天河优享 Skypower 2都做了这个样式，红色底这个字样式都是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蛮好认的。那小花的话，当然它商务舱就自动会有天河优享通道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排这里。那我们今天的班号是 CI732。然后我们今天时间是2025年的11月4号，我们要从槟城直飞回台北。今天槟城早上雨下的蛮大的，还好现在都已经放晴了。不过今天小花就是不知道台北那边出什么状况，延误了1个多小时。那早上就已经发 email 来通知了，这点倒是还可以，至少不用在机场干等了，因为这个槟城机场其实蛮无聊的。对，那所以他早上一早我睡醒的时候收到 email， 就是说已经确定会延误1个小时。对，所以我就是也晚了1个小时才到机场。对，如果有延误的话，提早通知真的是比较好了，免得旅客到机场来干等，这样真的是不太行。对，所以本来3点20的表定时间就变成4点20起飞。小花的话，其实最大的优点就是服务跟餐食。国际3间里面的服务的话，我想大家都公认这个小花的服务是最好的，非常的亲切，就是上面的那些空姐啊、空少啊，就永远怕你吃不饱，就一直叮咛你，对。然后东西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服务真的非常热情。那东西好不好吃这件事情，其实华航一直都在餐食上面做很多的提升。
甚至像下礼拜我会另外搭一个仁川回台北，也是华航。哇，那个网络上面预选餐看起来，哇，商务舱居然外站回来的有5种选择哦，我吓一大跳。因为一般来说，本站出发的话，像华航、长荣、新宇从台北出发，都有很多的预选选择或者网络特选餐很多，那正常的。但外站回来通常就基本3种选择而已。但是华航在仁川外站回来，居然也有5种选择，我吓一跳。当然，今天槟城是一样，基本3种选择而已啦。对，我们在上飞机再看吧，因为没有网络特殊预选餐的话，就是机上都可以点得到。所以我们等下上飞机，我们再来介绍今天的餐点，然后服务，还有今天的机型跟娱乐设施。321neo准备登机。今天这一班槟城生意非常的好，因为槟城这个航点本来是新宇也有一起飞。但新宇已经撤退了，所以现在剩下华航独飞。华航独飞自然就生意很好啦。小花，我们来了，11K。欢迎这边请。我们来看一下座椅的部分。小花的 A321neo 的话也是可以平躺的设计。那后面这边的话，当然就有充电器啦。那充电器之后，旁边这边也有个小的置物空间。对，跟新宇充电器位置不一样，所以它跟新宇大韩是不同款式321neo的椅子。那今天这个的话，也配有小花的这个皮卡丘的枕头。好，那我们现在再转过来，前面荧幕的话会像这样子的设计。以321neo来说的话，算是 OK 了。不过新宇跟大韩的那个荧幕是更大的，就那一款的座椅荧幕是更大的。那下面脚部的位置的话还算不错，这是22的位置，对。那隔壁还有一个人，这个脚的放的空间是不错的。我们等一下吃饱再来示范给大家躺给大家看。对，那这小花321neo坐起来的感觉是很不错的。这个坐起来比国泰的321neo真的是舒服很多，光坐下来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对。那大韩跟新宇的那款设计其实也非常棒，所以前面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放耳机的地方，那也是一个置物盘。如果只要喝饮料、喝水的话，是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的。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置物，所以置物的空间前面这里有2格，后面也有1格，置物空间是还蛮足够的。华航的机上广告现在都狂打凤凰城啊！12月3号，我们今天搭乘日是11月4号，所以现在狂打这个凤凰城的广告，毕竟这是华航跟新宇的重要决战呐。那我们再来看看就迎宾饮料了。华航的迎宾饮料的话，跟长荣一样，都是很好喝的一些果汁。那今天这个口味看起来应该是火龙果口味，我们来喝一口看看哦。对，是很好喝的果汁。这个华航、长荣这个上季这个迎宾饮料果汁都是我很喜欢的。我桃园机场的贵宾室啊，其实已经拍摄的程度，下礼拜再拍摄完一间应该是大满贯，全部都拍完了。我唯一剩下没有拍就是那个华航的翡翠专区，可能要找一个翡翠大大带我进去，因为那个我实在是太困难了。那个，对我没有翡翠，对，不知道影片上的时候到底上完了没有，因为实在累积太多了。那我们现在起飞前，我们来看一下菜单。这本的话是台北槟城来回共用1本的，所以我们可以顺便看台北槟城部分。飞来部分的话，主餐有3个选择，一个是米香的特制的蒜蓉鲍鱼，还有虎虾左粿条，听起来就很好吃哈。然后马铃薯焖鸡，然后还有奶油鲜菇炖牛肉，然后面包陈耀迅的，对，然后还有那个法鹏的甜点。所以华航在餐饮上面真的是很用心了，因为像米香啊，或是法鹏，或者是长征线的义工都很好吃。然后台北出发的话，一定还有那个素食阳明春天的一些网络预选餐。所以台北出发的话，网络能够选到的特殊餐应该还有2-3种，所以说呢选择应该6-7种跑不掉。那我们槟城回台北就没有那个特殊预选餐，不过我们的选择还是有3种，一个是南洋风酸甜油淋米虾佐米饭，然后澳洲菲力牛排跟椰丝罗旺子香茅烤鸡佐米饭。这个就真的是让人很难选择。他刚刚说我们起飞之后，因为马来西亚的飞机他会先吃沙爹，所以我们等下起飞之后他说会先上酒跟沙爹，然后再吃后面的主餐。那这边顺带一提，关于这个吃饭这个餐食部分，刚刚华航的空服员上来就告诉我们说，今天起飞之后大约会先吃沙爹，然后6点钟左右再上主餐，他会给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间。那这个的话，根据我们频道顾问，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比较常搭华航的。华航现在对于这个就是亚洲线啊，这种飞比较久时的哈，就是所谓的，其实就是目前知道就是新马印啊哈，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印尼新马印，因为飞时都会在4个半小时以上。
那所以台北出发的话，通常都一早出发。可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上飞机，我们最不想要吃的就是早餐，因为上飞机的话，早餐就是一些很无聊的选择，就一定就是那些什么奥姆雷那些东西，对。然后附带一提，那个某国际航空常常被说餐食很难吃的哦，那个早餐更是加倍难吃到爆炸。今天如果说是飞那种日本、韩国或是对岸，就是动短程线，那可能没办法。你可能像日本线，像你看像最早那班，如果6、7点就飞日本的话，你可能到日本才9点、10点，那就无法避免，你只能吃早餐，因为这真的太早了。但是华航这边这个飞时比较长的，就是现在如果飞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印尼的话，早上出发，可能也清晨7、8点、8、9点就上飞机了，但是他会把用餐的时间就是挪到午餐的时间。那这个我觉得是个蛮用心的一个部分，它等于是让你在贵宾室可能先吃过点小东西，上飞机之后它不会马上送餐，可能就是先来一些点心，哦，就是一些开胃菜、米果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让你休息了，然后到快降落之前，才开始上餐，所以你会吃到的是完整的一个午餐的一个 meal。那我觉得这样这就很不错。这个日本线没办法做，因为日本线飞时太短了。那但是在东南亚的话，曼谷我不确定，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我们频道顾问没有搭曼谷，所以他说曼谷他不确定。可是目前我们确定的是，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这个是确定的，就是这个飞时在4个半5小时以上的华航早上出发的这个航班，不会让你吃早餐，在商务舱上面你吃的会是午餐，就会是一个正式的 meal。原则上的话，长程线的航班呐，那个吃饭的时间的话，在商务舱原则上蛮多航空公司都提供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想吃饭的时间。比如有人在那种红眼航班上去，他可能想先睡觉，那可以跟空服员说，你帮我先就是不要加热，然后等我睡醒我再吃我的主餐，这是一般来说是可以的。像上次国泰我搭纽约回香港的时候，我就会先睡觉，然后我再起来请他帮我准备正餐这样子。然后我想华航、长荣这点应该也是都可以做的。但是有些航空公司不行，像这次，也是我们频道顾问提供的资讯，就感谢他，然后跟大家分享。他这是从美国西雅图回来搭达美的话，达美是不可以的。达美的话就是你只能在那个他公餐的时间吃饭，其他时间不可以。也就是空服员不会帮你额外再自己做一份餐食，你就只能那个时间吃饭，你不能就是 reserve 的 meal， 然后后来再上菜，这是不行的。所以目前已知是达美不行。那国泰是我自己测试过可以。那华航在这个亚洲航线里面，这个新马印这个航线做这个餐食从早餐挪到午餐，这一点我是觉得是真的非常值得鼓励的，因为真的如果你真的常搭商务舱，就会知道就是。而且一早起来，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食欲，然后早餐的选择真的相对就是很贫瘠啦。早餐通常就2种选择，中式、西式没了，因为早餐你能变出什么花样，变不出什么花样，所以。先休息一下，然后在贵宾室有吃过一点垫胃的东西，那或者吃个坚果什么的，那等他稍微休息一下起来之后，再吃个午餐，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华航的预选餐真的都很棒，如果你搭华航的话，建议是一定台北出发一定要先预选，那预选餐经常都会有非常厉害的选择，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华航在餐食部分的特殊安排，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华航比较弱就是这个酒单的部分，它的酒的话选择性稍微弱一点，不过现在也是有香槟啊，之前有时候更差的时候只有气泡酒，现在是有香槟了，然后再就是红白酒选择该有的都有 ，Sauvignon Blanc 啊、Merlot 啊、Shiraz 都有。不过华航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特调饮料非常不错。它酒精特调的话有那个金色山脉的啤酒的那个特调，那个很好喝。那无酒精的话有5同号，那个也很好喝。所以就是饮料选择上面，这里就跟星宇一样，就是他们的饮料蛮用心的，就是那些饮料单是非常不错的。华航的餐饮部分真的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如果搭华航的话，是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的。刚刚跟空服员讨论，空服员跟我想的一样，那个澳洲菲力牛排，他说每个航线其实都吃得到，有点无聊。他说那个椰丝那个罗旺子烤鸡是只有这条航线才有的，就是异国特殊料理。他建议我点这一道，所以我今天帮大家尝试的是这个马来西亚异国特殊料理椰丝这个罗旺子的烤鸡饭，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321neo基本上娱乐系统都算是很灵敏，对这个目前我拉过这几家的话，没有一家
是不灵敏的。国泰那个设计座椅不舒服，但娱乐系统也还是很灵敏的。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电影的部分。电影部分的话，华航的选择我觉得也算还不错，就是跟长荣我觉得差不多。该有的片子也都是有。那你看这个操作是非常非常流畅。你看跟我们前一集应该已经上过那个太行头等那个娱乐系统，就真的差很多。321neo系列的这个娱乐系统都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舒服。然后免税品的话，现在机上杂志放在这边，不过华航还是有整本的。那这边的话也可以这样很方便这样去翻阅你想要看的东西。这个娱乐系统按起来真的好舒服啊！机上 WiFi 哦，321neo是都免费的，然后359也是免费的。像华航机上 WiFi 的话，就是330跟738两个是没有的。然后餐饮资讯哦，这个很好。我们刚刚的 menu 的话，这边也是有的，比我们刚刚那个纸本的还好。你看，我们刚刚说就是那个南洋明虾，那我今天点就是这个椰丝螺旺子。他说这个牛排到处都有，然后沙爹串烫也会先上，然后面包啊、冰淇淋啊这些都是有的。哦，这个做的很好。321neo这娱乐系统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不错。然后接下来的话，视听娱乐，刚刚电影看哦，然后也有 HBO Max， 然后短片这部分都有，然后音乐，然后再来我们看看电玩还有什么电玩。哦，电玩的话，这些该有的基本游戏都有。这个玩起游戏应该很舒服，因为这个非常流畅，完全不卡顿哦。游戏选择非常多种哦，这非常不错。321neo真的是个好机子啦，就是这个机子我觉得就跟359一样，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非常不错。然后蓝牙可以连什么？哦，这可以配对自己的手机。OK， 然后这个是哦，所以可以把自己的荧幕配对过去，是跟那个大韩跟西语那个一模一样了，可以用手机作为荧幕操控器做一个配对。就321neo基本上这个配置都是一样的，非常的不错。离起飞真的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继续看免税品的杂志。你看到这个华航的免税品杂志就是正常的厚度，然后而且你看这一本是10到12月，所以是3个月才这样子一本。上次我们是不是讲那个大韩跟海亚航，他们是每个月，他们是月刊厚度是这个的可能3倍。是不是很夸张？华航是正常状态啦，不过现在很多航空公司它连这个都不印了，就完全电子化了。对，那华航的这个免税品有时候也有一些蛮便宜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值得给大家参考的。另外这一本的话是送货到府的系列，然后也是华航的机上杂志，然后这边就有些华航的商品啊，什么飞行夹克啊，一些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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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现在起飞之后呢，这个隔板就可以拉起来，这样子的话就还算有隐私性，至少不会看到隔壁。然后这隔板上面也有一面镜子，算是还不错的设计。然后那里面也有一个无线充电的板子，刚好看到，然后充电器在下面，那个圆圈圈就是无线充电，所以它是无线充电板的。不过它没有 Type C， 这边的话只有基本的 Type A， 少了一个 Type C 的接头，对，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那我想给大家看的，当然就是关于机队跟航线图的部分啦。好，这可能要等它跑一下。虽然我不常搭华航，但华航的航线网络我应该是还算熟悉。哦，这个就有点卡顿了，这个 loading 时间蛮久的。等了一会儿，它终于 load 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先看这张，这是华航的，就是目前的机种。那目前华航的这个机型的话，就是这几种。777、310R、359、330、321neo、738，还有货机的部分。那这个有10架，这个有15架，这个有21架。哦，华航321neo真的进的是蛮快的。那这13架祖传330啊，这10架737、800就啊。这13架330哦，可能真的还要一阵子，因为华航现在真的飞机太不够用了，跟上次我们搭过的澳洲航空问题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航点的部分了。华航的航点的话，就是其实在日本区的话，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你看，就日本区的航点非常多，然后这边有一些其他的航点。那黑色的话是华航自家有飞的一些航点。我们等一下可能用口头叙述比较简单，对，因为华航的航点我们应该还算熟。目前对外的航点的话，就是飞的就是深圳、广州、厦门、福州，然后杭州、上海、无锡、宁波，然后武汉、重庆、成都、西安、郑州。他写华航客货运呐，对，客货运，对，这都是有飞的全球航点。然后欧洲、美国大概就像这样。这个部分我想我直接口头讲解可能会比较清楚。其实华航有一点是不错的，华航是因为毕竟国营航空公司，它比较没有这个
营收或利润这个压力之下，它是比较愿意去养一些航点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这几年哦，当然星宇是新奇之秀，但华航跟长荣的竞争，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其实长荣就是主要是在星空联盟的帮助，在一线的大点。当然，目前长荣是完全碾压，这个是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可是华航就愿意去养像那个 Ontario 这个点，当时 Ontario ONT 这个点其实政治航线，那很多国家国营航空公司都会被迫去飞这些政治航线，那这政治航线往往都是不赚钱，像日航跟全日空有很大的压力，去飞了很多日本的乡下航点，那这些都是各地政府的压力，这些航点其实都是非常赔钱的。但是华航就是硬是可以把这些政治航线呢，最后养到做到变成是赚钱，这个是蛮厉害的。当时 ONT 的开航完全政治航线，那很多人一开始也是非常不看好，可是呢，华航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就养出一批忠实客户，然后养到现在星宇也要飞 Ontario， 所以站在华航立场，当然会觉得是说，当时这些航线开的时候都不赚钱，然后前面可能亏损了半天，然后我养到现在，我养出客人了，你就直接进来捡现成的，然后收割。当然，华航可能会觉得不高兴，所以华航为什么这么多政策，处处看起来针对星宇，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当然，对消费者而言，多一个选择一定是好处。可站在华航立场上讲，会觉得说，这个市场就是我进去，然后把它养出来之后，你们过来就是捡收割、捡现成的，会有这种感觉是很难免的。那华航这样子的航点其实很多，槟城也是一个。那只是槟城星宇也跳进来做，只是星宇最后就失败。所以你会发现星宇开的非常多跟华航重叠的这些二线航点，就是真的是华航一步一脚印的从零开始把客人去培养起来的。因为每个航点你要新开航都需要经过这个养客人前面赔钱的状态，那这是华航走过的路。所以现在跟长荣比较起来的话，整体来说，一线航点像日本的最明显呢，所谓一线当然就是东京大阪。东京大阪的话，这个目前华航跟长荣已经拉开距离的，尤其是东京。东京的话，因为长荣有这个太强大的787-10这个机型做撑腰，2班羽田跟3班成田，它载客量、载客率整个拉起来非常可怕，所以长荣的松山羽田就硬是比华航高了一大截，桃园成田高了更大一截。那大阪也是一样，就是对的机种真的很重要。其实航空业真的，如果你有正确购机策略，其实就是赢在起跑点了。因为你购机策略如果正确的话，就基本上对很多航线而言，你就多了一个很好的武器。你就想，你今天跟别人厮杀拿刀，你的武器就比别人好，当然就会获胜嘛，对不对？那所以长荣的787-10真的是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区域航线的 killer， 就是很好用。对，载客量大，所以平均油耗低，这真的很强大。好，所以东京、大阪这种一线城市，长荣就真的是完全碾压华航了。那札幌可能平分秋色，可是二线航点的话，像福冈、冲绳、名古屋，华航就站得非常的稳，就稳居冠军宝座，载客量非常非常的大，尤其在华航在九州地区是非常强大的。在整个九州的话，华航是非常厉害，一天上3班，非常非常厉害。虎航也一天2班，所以华航集团简直是统治九州，非常厉害。而且华航尖峰时刻曾经还开过熊本、鹿儿岛，同时等于一个九州北中南华航全包了。然后再来就是星宇的话，目前就是在3线城市啦，像在熊本跟仙台这样的3线城市的话，星宇表现不错。不过星宇整体日本载客率都非常不错。不过载客量上面只有在东京成田这个点已经超越华航了好几个月，这个是我觉得星宇非常厉害的地方。在这个传统势力的第一大点，在东京成田的话，星宇载客量其实已经超越华航。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归功于星宇有强大的机种，就是359、330、900。对，那华航还是用那些老的330去飞，自然就非常的吃亏，就自然是非常非常的吃亏。所以这个就是华航辛苦的地方了。华航辛苦的地方就是老330真的被大家诟病许久，这个祖传机上去感觉到复古这个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像东南亚的话也是一样，一线大点像这个曼谷啊、新加坡啊这种一线大点，当然都被长荣所领先。可是这种二线点像槟城，华航就表现得很好。之前华航曾经还有过泗水啦，苏拉巴雅从新加坡延伸，不过这个就也没有复飞了，被砍掉了。对，那其他东南亚航点就基本上都是被长荣完全碾压过去。对，长荣呢，因为这个北美航线强，连带东南亚整个拉起来，所以这一点是
真的是打不过，真的打不过。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华航有优势的点，就是釜山。华航真的是釜山王哎！就华航，我觉得如果要挑出它经营最亮眼几个航点的话，槟城是独家航点就不算的话，我觉得一定是福冈跟釜山。福冈的1天3班，连釜山都做到1天3班，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从来没有人想到釜山这个点能够做到1天3班，而且做到现在连长荣都眼红跳进来做。长荣如果不跳进来做，我觉得星宇就会做。其实上次有一次跟星宇空服聊天的时候，星宇他们说他们是想飞釜山，只是他们在釜山拿不到好的时间带，但长荣就可能拿到了，不知道。但长荣一开就直接开1天1班，那甚至明年旺季直接宣布1周加到10班，所以釜山真的是非常的旺。那这个航点也是完全被华航做起来，对，完全被华航做起来，所以。华航这种长期耕耘去养客人，这种养航点这件事情，真的是华航非常厉害，这个是华航的优势啦。华航在这点上是非常厉害的。另外说到华航，就不能不说虎航了。常常会有很多人拿国泰的 Hong Kong Express 香港快运跟华航的虎航相对做比较，然后这些香港的网友常常贴一些比较图案啊，那就是在日本航点上面，我只能说就是快运啊 Hong Kong Express。真的完全不是虎航的对手，而且不是同一个 level 差太多了。虎航太强大了，虎航真的太强大。虎航是华航的超级小金鸡母，对，这是长荣、星宇都没有的。而且虎航在日本的23个航点是仅次于日航跟全日空。对，你没有听错，日本其他什么星越航空啊，什么各种的航空公司，日本国内的天马航空什么的，它的国内线航点全部输给虎航。虎航在日本有23个航点，几乎到日本村通的地步，非常的可怕，所以利润也非常高。大家都笑虎航一点也不联航啊，票价都很贵，是没错。所以虎航利润是很高的。所以华航在传统航空公司这块上面，可能就输给长荣一大截。那但是在联航这方面的话，华航就是翘楚喽。华航的虎航的成功的程度，我觉得可以跟新加坡的酷航一体了。就联航要做到成功的话，华航的虎航是非常成功，新加坡的酷航非常成功，日航的 Zip Air 非常成功。顺带一提，在我们今天搭机的当下，2025年11月5号，全日空的联航 Air Japan 已经宣布倒闭了，打不过 Zip Air， 对，真的打不过 Zip Air， 所以拉链航空大胜，对，日航的拉链航空真的是大胜，对，所以把联航做起来，然后而且有一个品牌知名度，又能够盈利，其实也是件不简单的事情。欧洲部分的话。华航是目前强调是它全数都是直飞，它没有曼谷中停的航点了。它的阿姆斯特丹、它的伦敦，然后它的法兰克福、它的维也纳、它的布拉格、它的欧洲这5个点全部都从台北直飞。还有罗马，对不起，6个航点全部台北直飞，全部拉直，非常的强。对，那都350-900，非常的舒服。伦敦已经拿到每周第5班的航权了，拍拍手。能拿到伦敦的 slot 就很棒，所以拿到伦敦就把罗马砍掉，我想这也非常自然啊，因为伦敦就是 use it or lose it， 所以伦敦航权如果 slot 拿到你就要飞。你不飞就被收回去了，所以华航是一定要保住伦敦的。那目前就是法兰克福是1天1班，然后阿姆斯1周3班，伦敦1周5班，对，然后布拉格是1周3班，然后目前罗马降到1周只有2班了，对，所以华航在欧洲是全面直飞。如果你单纯以直飞 non-stop 的航班的话，华航是比长荣多。那长荣是因为多了它在曼谷的第5航权延伸段，它仍旧经营了就是维也纳、阿姆斯特丹跟伦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加上总航点，可能长荣超过，但如果单纯计算直飞的部分的话，华航的欧洲是最大的目前。对，那布拉格明年又有好戏可看了，因为应该很大几率星宇听说是要开布拉格，所以又是一样，就华航跟星宇这个战争已经好几场了，就是先在熊本打了一仗，又在槟城打了一仗，名古屋也打了一仗，然后 Ontario 打了一仗，布拉格又要再打一仗，就是长荣没有飞的这些航点，华航跟星宇就是死去活来的拼命要争取这些点。好啦，作为消费者当然是好处啦，但华航可能会觉得很不爽吧。好，那我们聊天聊一聊，我们的食物也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喽。华航给了2包，一包这个是 nuts， 就是坚果跟葡萄干，另外一包是 snack， 就是一些米果类。那我们2个都倒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一盘，我自己把它装在盘子上，就变成一盘像这样子的小点心。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鸡肉沙爹跟我们的蔬菜也上来了，在这边。
我们先试一口鸡肉沙爹好了，这个就难度有点高，这个我觉得要赢过马航太困难了。沙爹部分输给马航，但蔬菜部分比较台湾人，我比较习惯，它是给这个煮熟的这个青椒跟这个节瓜，这个很好吃。马航是生的黄瓜，所以青菜部分我喜欢华航的，跟沙爹部分马航还是比较厉害。华航这些 snacks 的话，应该我记得中规中矩吧，中规中矩的 snack。日本线的话会有米果，就日本的米果，那这边就是一般的像这些就是比较基本的那个 snacks。那这个前菜的沙爹部分，我搭配的是一杯香槟。哦，比之前只有气泡酒好多了。好，这个有进步。我觉得任何航空公司啊，只要有进步，我们都给赞。有进步都是好事。好了，我们的餐食来了，闻起来是蛮香的，那个东南亚风味，那个罗望子跟椰丝香味是蛮香的。好，我们还是先从沙拉开始来试好了。这沙拉的话，这是有一块鸭肉，然后它有一片柠檬在里面，所以我们来把柠檬挤进去。这个沙拉是还有一些水果的，然后我们配一块这个鸭肉。鸭肉通常搭这些什么了？就是凤梨啊、小黄瓜这种沙拉类东西是很对味的。沙拉可以。那我们今天鸡肉主餐，我们就配 Sauvignon Blanc。花航的酒是稍微真的是弱了一点，这个 Sauvignon Blanc 香气比较没那么够。好，那么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特殊异国料理的这个椰丝罗望什么鸡什么的。好，我们来切一块，先来尝个味道哈。鸡肉是蛮软嫩的，白饭也还可以。当然，我觉得这个跟台北本站上的餐食等级还是有差。不过以外站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错。星宇跟华航的话，餐食都蛮不错的。然后一样有一块面包，然后水果。其实我刚刚突然有感而发，觉得就是我们这种航空迷生活在亚洲，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好啊，谢谢。大蒜面包也是重要的评比之一。大蒜面包，华航这个奶油味多一点，大蒜味少一点。我们在亚洲，因为亚洲真的是很大，像这样的4个半或5小时的航程。今天如果放在欧洲，你可以想，你今天从伦敦如果达到希腊，可能4个多小时，你可能也是就载体客机，没有宽体机的选项，然后就是商务舱3个，中间空掉1个，然后吃的难吃的欧陆的30，跟我们在亚洲这样子4个半小时就有一个这么舒服的飞行体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在美国就更不用说了，除了特定航线的 Transcon， 你还有一个可以平躺，然后吃东西舒服之外。在美国都是大板凳，像阿拉斯加也有很多 Transcon 的航线啊，甚至有那种6小时的航线，从 Boston 啊飞到 SFO 这种航线，大板凳要坐6个小时，想到都头皮发麻。所以我有几个朋友也是base在美国的，他们常常就是每次要从美国东岸飞到西岸，他们在西岸工作的，想到飞到东岸，要么就是去 LX SFO 转 Transcon， 可能就是 UA 大飞机，或者 AA Transcon Delta One， 但是那个选择性真的很少。那其他的，你如果在什么西雅图啊或其他航点，哇，你要飞过去东岸，就是大板凳坐到死，餐食就更不用讲了，就是我觉得欧级的那几间餐食还比美级的好吃。欧级跟美级，我简单来讲，我做个比较，我会觉得是说，座位上面商务舱的话，美级比较舒服，因为不管大板凳，至少还是22。欧级那个商务舱就是真的是经济舱座位是一模一样，它就是经济舱，它只3个空掉1个而已。所以座位上面美级比欧级舒适，但餐食部分欧级还是比美国好吃。但无论如何，有一好就没有2好，都不是好的选择。可是你看我们在亚洲。我们搭华航这种4个半5小时的航程，有平躺的座位，有美味的餐食，或者我们今天搭国泰，对吧？甚至我们在亚洲区域航线里面还有头等舱可以选，6个小时的东京到曼谷，对，你有太航头等，你有日航头等，那东京到新加坡你有新航头等，
新加坡的你还可以搭到上海，选择有很多。对，所以我们的亚洲的话，身为航空迷是很幸福的。我们的旅行飞机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旅行的一部分，可以好好享受这个飞行的体验，真的是非常舒服又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好了，那我们就好好来用完小花的主餐。好了，我们刚刚说一定要尝试的饮料跟甜点都来了。甜点的话，我还是选了哈根达斯，我觉得有哈根达斯冰淇淋还是比其他甜点好吃了。我们就先从有酒精的事情，这个是黑醋栗口味的金色山脉的啤酒的调酒，很好喝，酒感不会很重。这个是柠檬的百香果，这个比较清爽，比较多水果香味，也比较淡。就是这个一定好喝的梧桐号，梧桐号我超喜欢，这百香果梧桐号，哇，超好喝，而且梧桐的口味还一直会换。好像这饮料真的很棒。那我想哈根达斯我就不用吃给大家看了，哈根达斯就是这个味道。好了，就是外站出发的餐食不如本站出发的这么亮眼，不过我觉得表现还是算蛮不错的。好啦，那我们就结束这个丰盛美好的一餐了。好啦，那321 neo 的厕所当然就是所有320系列都一样，就是阳春，因为就是空间小没有办法，载体客机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这样简单绕一圈。那华航厕所的备品倒也没有特别，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就是乳液啊，然后洗手的跟化妆水，就这样没有了，也没有鲜花，也没有其他特殊牙刷、奶膏，什么都没有。好，那就是华航321 neo 的厕所部分喽。华航的载体321 neo 全平躺放下就像这样，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对，然后接到这边的脚部的空间就会像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试着躺进去哦，看看我身高180躺进去的感受如何。好了，完全躺平的话就会像这样。当你说的脚有到非常好伸展，倒没有，但是我觉得以载体科技而言，算相当不错了。其实航空业真的是内卷越来越厉害了，就是现在商务舱的规格就是以前头等舱的规格了。以前的话是头等才能够躺平，像华航以前那个年代，旧的744年代的话，商务是不能躺平的。那现在宽体机的商务可以躺平，变成主流。慢慢现在变成载体机的商务可以躺平，也变成主流了。从2010年左右，卡达就第一个推出载体客机商务舱可以躺平的产品之后，慢慢，你看像我们上次搭的那个星宇啊、大韩那个321 neo 都可以躺平，然后像华航这个也可以，而且现在航空公司逐渐就是发现这种载体客机营运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像美籍他们很多开始用那个买那个321 XLR， 像最近 AA 美国航空刚进了一批321 XLR。那商务舱可以躺平，拿来直飞纽约到这个爱丁堡的跨洋的航线。那这321 neo可以躺平，还是非常舒服的。我们现在吃完饭，我们还有2小时44分才到台北，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很美好的飞行体验，在区域内的航线能够有这样子的享受，非常的不错。而且票价其实也真的还好。对，好了，那我们就好好躺平休息一下喽。今天台北的天气不好，下着雨，所以云层很厚。我们终于快要降落桃园机场喽。今天表定的时候出发是延误了1个小时，但最后抵达桃园的话，总共是延误了1小时30几分，真的是延误蛮久的。还好这是一趟商务舱的旅程，而且小花也真还算蛮舒服的。最后附带再说一个优点，这个华航这个商务舱的这个枕头真的是很棒。这个皮卡丘的枕头很厚，所以躺起来非常的有厚实感。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睡那种比较高的枕头，所以很多航空公司给那个枕头我都觉得太扁了，睡起来很不舒服。华航的枕头很舒服，所以刚刚就是吃饱饭之后，其实有睡着一下，也蛮好的。现在这边就绕过云层，就看到很清楚的台湾的夜景喽。那还有3分钟降落，我们最后就在美美的夜景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喽。那我们就下一期的飞行记录、飞行体验、航空公司的贵宾室或者是饭店有趣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喽。大家再见，晚安。那至于这条为什么是休行的重要航线呢？我们就上集再说喽。我搭过这么多次，我觉得好频率是100%。